大家好，旭大事非同凡响，我是童文勋，大家晚安哈，已经上来了500美，500万啊，不是500美啊。好，我们今天来谈两个题目哦，两个题目我觉得其实都蛮有趣的哈。第一个就是川普在25号美国的时间，就是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要发一个东西叫做金卡。那事实上，川普在自己在竞选的过程中，他确实发过这个纪念币啊、金币啊，反正他就是有各种方法来赚钱，减少他的竞选的支出，然后大家也可以买一些纪念品在手上，很会做生意嘛哈。那他现在打算把美国的绿卡用500万美金的这种价格卖给全世界的富豪，那他打算卖的数字有多少哦？那个数字非常的惊人。然后这个钱呢，它主要有一个目的，它要再用来清偿美国的国债。这非常有趣哈，因为现在细节还没有出来，他只有说他要卖500万就可以卖金卡，然后这个钱他要拿来用来偿还国债以及投资美国。显然这个不是投资移民的概念，投资移民的概念是说钱还是你的，你只要投资80万，有一些贫困的地区哈，你投资80万美金到105万美金，这个是目前的投资移民的制度。可是他要把这个数字一下子提高到500万，然后看起来是这个钱是美国政府可以运用的，所以恐怕是一种买卖的这种方式。那很快就可以给你，你只要拿500万来，我对你资格做一些基本的审查。那当然，投资移民这个一篮子哦，通常是一个家庭一起来做移民的。那所以500万看起来很多，可是你如果有一家4口、一家5口，那父亲投资了，全家都可以一起来移民，这会是一个诱因哦。而且因为美国的绿卡，包括美国的公民，他并没有排除其他的双重国籍，那所以你可以同时拥有你本来拥有的国籍，又来一张美国的绿卡，何乐而不为？问题是，你如果要投资移民到美国去的话，有很多的因素，为什么有人会抛弃美国国籍？就是因为税率太高，或者避免双重课税啊。所以很多人如果是真的是富豪阶级的，他未必喜欢手上拿了一张绿卡，他只要我需要去美国的时候，我可以畅通无阻，我可以通行无阻，我可以比如说每一次一进去，他至少给我半年的旅游的签证、旅行的签证嘛。那时间到之前我离开就好啦。那这种国际的富豪，他们本来就是在世界各地住来住去的嘛，所以大家可以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投资移民诱因到底大不大？那目前为止，这个投资移民的细节并没有出来。可是听他的话，大概是，这是一个金卡，然后它是一个特殊的通行，然后速度会很快。那大概台币来说要1.65亿，等于在信义计划区的一个豪宅，这样的一个豪宅的价格，全家可以拿到移民哦。这个对于台湾人有没有什么诱因呢？我会画一个问号。就是说台湾人也有很多富豪，但是我们其实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帮很多的富豪抛弃过美国的国籍，甚至我们当时的合伙律师他本身就是美国人，那他非常爱台湾做环保，所以呢抛弃了美国国籍。那抛弃美国国籍之前，你最要优先要处理的就是报税的问题。美国人认为说，全世界人都喜欢美国的绿卡，全世界都喜欢美国的公民。那你要抛弃的话，我也觉得没有关系，也不会刁难你，但是你把税结清楚就好了。大概就是报税这个因素，所以这个是可以观察的哈。那目前的 EB5 的投资移民允许外国的投资者本来是大概80万到105万美金这样的一个投资，那你投资你必须要创造工作机会，在不同的州，有的州那个门槛比较低，他希望你到那个州去。那你拿到了绿卡之后，在考公民之前，其实这5年的时间里面，通常是5年了哈。这5年的期间内，你到底在这个州停留多久？还是你其实
利用我们这个贫困州申请了绿卡，可是你大部分的时间在其他的州活动，那可能会影响你到最后可以拿到公民权。总之，这些有一些专业的这个问题，有一些专业的因素，那通常要去靠投资移民的这种律师，或者是这种代办中心来协助一些事情啊。那为什么要找这些代办中心呢？其实有时候因为排队排了很久，那美国的移民局在做什么事情？他们甚至自己做起生意来了。所以里面的移民官呢，他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快速的通道，你花多少钱，然后我们让你去某一个美国的驻外的某一个单位，那个大使馆现在名额比较多，然后你去占那个缺，于是你就可以比较快排队进来。这个传闻一直都有，而且其实金额也不是太高，可能你已经在排队了，那你再多花个$5000啊，或是通常不会到10000块了哈，大概几千块美金，你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优先权。这有人在卖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在斗局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不是与民争利，他是干脆跟这些贪官污吏啊一起来 PK。你们是游走在这个合法非法的边缘在收钱，那我干脆合法的来收好了。我收过来之后，我收到联邦政府啊，而且这不需要美国国会同意。然后他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他一边在签这个法案的时候哈，他一边在回答记者的问题，他就说啊，这个我们可以让高科技的人可以留才。那为什么一个500万美金的一个金卡就可以让高科技的人留才？这个我觉得这个等号我不知道他怎么画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细节哈，也许他想象的是什么？就像他之前在说，他本来是说他进入白宫的第一天，他就要开放啊那些高科技的专才，他们在美国的这一些高等的学府、名校毕业的博士，我要让他们自动就可以拿到绿卡，我要发给他们绿卡。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他还没做哦，可是他第一个启动的是用买卖的方式给绿卡。这个跟他的想象就是说，有一些人在我们这边拿到了博士，然后他们有一些投资的项目啊，比如说像伊隆马斯克啊，还有很多这些矽谷的这些专家，那他们是有创业的本事，但是他们要等绿卡要等一段时间，那我干脆就用买卖的方式。这个他到底有没有一个数字在手上？好，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观察。好，我看看大家感觉怎么样哈？500万买绿卡，有人说是应该的哈，有钱人不在乎钱嘛哈。确实有一些，如果比如说他举的例子哈，就是在俄罗斯有一些很有钱的这些寡头，那他只要通过审查，他认为他们也有资格可以买那个美国的绿卡，这个挺有趣的。而且他说他2个礼拜之后这个事情就要开始做了，也就是说投资移民原来的，如果有人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已经送件了，他当然不溯及既往，已经送件了，他就是还是照着原来的这个办法在执行。可是如果还没有送件的，那他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是可以去追哈，不然的话就是变成新的办法，就要变成要500万了。他到底怎么样可以卖出100万张这个金卡哈？我们且拭目以待。他提出来这个办法，我是还是满脑子问号哈，所以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想法。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谈的就是他为什么不谴责普丁哈入侵乌克兰的问题？因为他如果不谴责普丁入侵乌克兰，那普丁可能不会被追诉，好，就是他不会变成是一个联合国国际法庭的一个战犯，他不会被追诉他的责任。这个美国的态度
很明显，他根本对于要不要谴责这件事情，他干脆弃权，他不投票了。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记者也问过川普，就是你为什么不谴责普丁？你的态度是什么？结果川普说我现在不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很明显吗？他这么说，可是大家还是一头雾水。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那我也有看到观众朋友说，我为什么不去谈川普不去谴责普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简单啊，我不是不谈，我谈过了。我的角度是，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的角度是这样子，我用一句台语来解释这个情况，就是你不可以我们在赌博，我不可以赢了赌又赢了话，台语叫做每三赢叫够赢为，我不可以赢了这场赌博又赢了这个话语，我已经赢了，所以这个赢得里子，那面子就给你好了。这是台语，好，就是觉得是做人的道理。可是我觉得川普现在对于普丁就是很明显的哈，他谴责他要干什么呢？他还不如直接把普丁拉到谈判桌上面，能够终止这场战争最重要。所以赢得里子就好了，不见得还要赢得面子。但是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不同的分析，我看媒体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哈，我不觉得是对的，但是我也把这种观点，我们来一个一个把它谈一下好了。有一个说法是很有趣的哈，就是，他喜欢普丁，纯粹就是因为他对于强人政治的爱好，他喜欢普丁。大家觉得是因为他喜欢普丁，所以他不谴责他吗？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一点都不觉得哈。但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那确实也有它的可能性，即使它的可能性只有1%。好，他不谴责他，理由是因为他个人的爱好。好，第二个就是美国优先政策下面有一个孤立主义，这个孤立主义呢，核心就是要减少美国的在海外的军事跟经济的承诺、跟付出、跟负担，他要先让美国富强起来。所以呢，他认为美国不应该过多的承担这一些国际冲突的责任，尤其是那一些他认为跟美国的核心利益没有什么关联的这种战争。而俄乌战争在他眼睛里面是一个欧洲的问题，他认为这不是美国的问题。既然是欧洲的问题，就应该由欧洲的国家，尤其是北约这些成员国，他必须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美国去介入，而且去谴责俄罗斯，关我什么事？好，然后呢，他曾经批评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援助过多，也在他上台之后短暂的一段时间去终止了对乌克兰的援助，暂时冻结哈。可是冻结的时间过了之后，事实上现在的援助还继续在往外走，他并没有完全把它取消，他只是在冻结的过程中先去了解到底是什么。然后再决定要不要继续援助。所以对于乌克兰的援助，美国的承诺，拜登时期的承诺，事实上现在继续在走哈。而且他甚至在2025年，就是在我们前天那一集谈过这个问题，就是他认为对乌克兰这些援助呢，不应该是免费的，而应该是贷款的形式，因为欧洲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有一些是贷款。那既然他们是贷款，可以拿回去那个钱，我们为什么不能拿呢？那现在欧洲以德国跟法国为主，对于川普非常的愤怒，这些外交体系非常愤怒的2个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本来谴责普丁是一张牌，结果你还没有上谈判桌呢，还没有真的开始谈俄乌战争要怎么解决，你就要把这张牌给打掉了，那不应该是这样谈判的。然后再来，事实上，在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有很多的巨头有钱人在欧洲的资产被冻结了，这笔被冻结的钱非常的庞大。如果在谈判的过程中，在谈和解的过程中，这笔钱被没收，拿来赔偿这些战争的支出的话，
恐怕是现在欧洲有一些人在盘算，我既然把你冻结了，那我就把你没入，这有没有可能性？这有可能性。好，那如果发生这个事情的话，至少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投入在乌克兰战场上的这些钱呢，渴望可以拿回一部分，这是最快的还钱的方法。那这个也要纳入谈判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于美国为什么改变这种政策跟拜登时期不一样，这让过去的这一些外交体系的这些外交官是对川普是非常愤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反而比较有可信度，就是美国优先的这种主张下面，但它未必是一个孤立主义。在这个主张下面，他当然不希望扩大美国对于跟他无关的战争的这个支出，所以基于这个观点跟立场，他有一个渴望快速的解决这场战争，因此他干嘛要去谴责普丁？谴责他没有用，让他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主要的。所以呢，我帮你保留面子，但是你要让步，你要给我里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觉得第一题就是说这个是川普喜欢普丁，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美国优先，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然后再来，基于这样的美国优先，所以他就避免刺激普丁，因为寻求谈判空间嘛，那我谴责你，你就蛮干下去啊，这不是好事。所以他希望尤其是找了一个场地在沙烏地阿拉伯，他在沙烏地阿拉伯的会谈的时候，就直接美国代表其实就直接，他就避免去指责俄罗斯入侵，而是把焦点放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结束冲突，所以目标很明显。因此在他实际上做什么，他派出去的这些官员实际上怎么做怎么说，那反映出来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在 MAGA 的覆盖底下。好，再来就是国内的态度，因为民众对他的支持，我们昨天有分享那个白宫，他因为哈佛大学有一个哈佛的民调嘛对于各个不同的他的新政，他上台之后的主张，这些项目的支持度如何？那以他遣返非法移民这件事情得到最大的支持，超过80%。那其他的各项的支持，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呢，都超过50%以上。这个在过去以来真的很罕见，就说一个总统的政策得到这么多的普遍的关切，因为关切，所以理解那个内容是什么，然后得到了正面的支持，这个是很难的。那所以他今天为什么敢在俄罗斯的问题上面这么处理，是因为民意呈现，民意呈现然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也是扯到他个人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对于泽伦斯基的不满，他不喜欢泽伦斯基，他跟他过去有冲突，因为乌克兰通乌门这个问题，拜登的儿子杭特拜登的问题，那当时泽伦斯基并没有把资料交出来，可是事实证明，拜登后来特赦他的家人，特赦他的儿子，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真有其事，让他事先把他特赦了，甚至有一些人都还没有被起诉，也都被特赦了，这真的很诡异。那所以，川普确实跟泽伦斯基之间有一些恩恩怨怨，从上一届到现在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性，因为我讨厌你所以我在做一些可有可无、可左可右的时候，在做政治判断的时候，当然会影响他的决策，也影响了他的去真正在第一线面对面的这些官员他们的态度。其实川普的行政团队这个口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曾经分析过一次，有关于川普当时被主流媒体指控说他要的只是忠诚的人，忠诚于他的人现在看得出来就是并非如此，他要的是什么？确实有忠诚度，然后可以忠诚履行他们整个团队做出来的决策。
然后口径一致，方向一致，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自走炮一样。因此这个团队呢无坚不摧，因为方向是一致的。甚至我看到有一些媒体在采访卢比欧的时候，国务卿卢比欧的时候，在攻击副总统 Vance 的发言，那卢比欧也为副总统 Vance 抗辩。反之，有时候可能是国防部长被攻击，那其他官员被访问的时候，他们也非常有非常清楚的立场，帮其他的部门的人抗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团结的。尤其现在白宫的发言人，他们完整的拿回了白宫的发言权。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然后讲话连珠炮似的哈，完全不会停下来。可见她的语言跟她的思考的这个速度非常快之外，她对于各个议题有充分的准备。这个就是整个川普的整个团队哈。那所以这个是几个可能的认知哈，甚至有人批评说，川普的历史的认知跟他拿到的资讯有偏差。那以上我们讲6个可能性哈，第一个是最后讲了先说了哈，历史偏差就是川普的认知有问题哈。再来他不喜欢泽伦斯基啊，第二个他不喜欢泽伦斯基，第三个就是美国的民意就是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他照着民意走。第四个就是他不要刺激普丁，因为他要达成谈判的结果嘛哈，要和谈。第5个就是美国优先，因为美国优先，所以他这么做。第6个，他喜欢普丁。好，那我有第7个答案。我认为第7个答案才是川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告诉你。”为什么？他是一个很坦白的人，很透明的人。他如果想告诉你，他都告诉你。他为什么不告诉你？我觉得根本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他不谴责普丁？因为中共，他因为要联俄制中，这是最清楚的一个目标。因为要联俄制中，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现在也没有必要现在去谴责普丁。因为谴责普丁对于他解决问题一点好处都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来看这个报道哈，这个报道呢是昨天下午的报道哈，我认为是最接近于真正的答案。其实真正的答案就是4个字：联俄制中。联俄制中，那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把屏幕调整一下。他说普丁支持川普削减国防预算的提议，可是中共怎么说呢？他说军费开支完全必要，所以不要削减国防预算。因此呢，这个川普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哈，这个是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叫做林健哈。好，内容很短，谈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就是普丁他在25号的时间说哈，支持川普总统的提议，将俄罗斯、美国跟中国的国防预算都削减一半。可是北京的反应是什么？中共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啊，我们的国防开支是完全必要的。那盘点一下哈，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大幅增加军事开支。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也持续，中国的军事开支在近年也有所增长。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有限的国防支出完全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林健也表示，中国始终坚持自卫防御战略，坚持经济与国防协调发展，不与任何国家搞军备这个竞赛哈。所以在前一天24号，事实上在川普跟普丁通过电话之后，习近平也跟普丁通了电话，然后讨论了什么呢？讨论了乌克兰战争。
那普丁自己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提出来的将俄美中三国的国防预算削减50%的提议是一个好主意。然后补充说啊，但是我不能够代表中国发言。好，那中国外交部也有谈到这个问题啊，在川普提出来的削减军费开支的计划中，美国自己应该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因为你自己说你要削减军事开支嘛，那你先来削减军事开支哈，你应该要扮演领导的角色，大概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很简单，就是中共不肯削减预算。那其实这个是川普的终极的目标，他想要做什么？他想要削减国防的支出。那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核武，解决核武战争。这是我希望大家去看《Turning Point》这个影集的关键的原因啊。有看过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历任的美国总统其实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念之在之的问题，从开始有核弹，好，到冷战时期，其实念之在之的就是要解决核武战争，因为核武战争可以把地球大概不知道摧毁几次了。以目前的核弹，那这是一个完全不必要的开支。如果我们今天说川普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拿来做生意的人哈，那你就更可以理解，他连绿卡都可以拿出来卖，那你就更可以理解，他库存里面、仓库里面有这么多完全不可能被拿来使用的核弹，各种大大小小的弹头，为什么要生产这种东西？生产这种东西对人类的发展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坏处。可是因为俄国也在发展，中国也在发展，还有其他大大小小的几个拥有核武的国家。为什么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因为他们有军事狂人，有政治狂人。为了避免悲剧，人命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抑制核子战争。那这是终极的目标的话，乌克兰战争不过是要达到终极目标一个过程而已。我们要先把这个石头搬开，所以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战略的布局，是俄罗斯必须被他拉过来变成盟友，才有办法一起解决核武的问题。那是不是他今天处理了乌克兰的问题，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的过程中，普丁的说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们先砍50%啊！尤其普丁在投入乌克兰战役之后，他事实上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了。他很多的军饷也发不出来，甚至有一些战死在沙场上的这些俄罗斯的士兵，那个对于家属的赔偿，他们都不愿意付。所以，如果是失踪的士兵呢，他是暂时不给付的，找不到尸体的也不付。他可能跑去躲起来啦，可是受伤回去的还可以拿到一些补偿。但是如果是失踪的或者死在战场上的，他是不补偿的。那谁要帮你打仗呢？这场仗如果继续打下去，恐怕普丁自己的政权都会瓦解。这忍耐，人的忍耐是有一个极限的啊。在经济还有整个国际的制裁，然后自己的子弟死亡这么多，那未来在哪里？这个没有办法长期撑下去的。所以普丁愿意削减50%的军事支出的话，那当然要把中共拉到谈判桌上来嘛。这个其实是普丁一直对于国际散出来的一个讯息，他不断的说，我不是美国的首要敌人，中共才是。然后我愿意献武，现在是中共不愿意献武，所以我没有办法替他发言。所以最离谱的在谈乌克兰战役的这个问题啊，都说什么美国出卖，好，川普出卖乌克兰，然后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我认为这是太离谱了，这是可笑至极哦。第一个，如果你是这样的主张的话，你认为川普做的都不对，
那是不是你自己也同意自己的国家就弄一笔预算，然后大家都免费的来支持乌克兰，这场仗继续打下去？你也不这么做啊。你说我看有一些人是写繁体字，看起来好像是台湾哈，台湾的发言，哎呀，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们要支持他啊。那你同不同意你的纳税的钱有一定的百分比，我们拿来支持乌克兰？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要求美国这么做？就是为了国际正义吗？国际正义也不是这样在履行的。确实，这个就是一个国际的现实。而台湾的情形，我一再说跟乌克兰情形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第一个，我们有海峡的天险，那有海峡的天险，中共根本没有条件来打台湾。没有海峡的天险，乌克兰跟俄罗斯的领土那个连接的部分有多大啊？它几乎东边的这一条线全部都是跟乌克兰，全部都跟俄罗斯接壤嘛。即使是这个情况，俄罗斯都没有办法一举把它打下来，陷入一个战争的泥淖。那何况要跨海来打仗，这完全情况不一样。而且说什么历史的因素啊，那根本也不要谈了，也没有那种历史的因素，因为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后面，而中华民国到今天为止还存在，领土变更而已哈，它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政治的实体，这不容否认，这是一个政治的现实跟事实。然后它也比它早存在在联合国里面，到今天为止也是联合国的这个创始会员国，这个资料都还在。你的联合国宪章的资料，今天都写的是中华民国才是你的创始会员国，然后联合国宪章里面所规定的5个常任理事国，其中一个就是中华民国。你现在摆的不是中华民国在里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今天摆的俄罗斯是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可是中华民国还存在，你为什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摆进去？在法理上完全是说不通的，这是一个历史的因素了哈。所以你说因为历史的因素，所以俄罗斯可以入侵乌克兰不被谴责，那中共也可以入侵台湾不被谴责，你什么时候对于台湾的这个土地有任何的一个治权？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跟俄罗斯的情况也不一样。当然，长期以来他在国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确实有人因为一中原则被迷惑了，就觉得说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从来没有这个自古以来。你要把这个自古切割在什么时候呢？远的不说嘛，就讲400年。400年前，那时候是荷兰占领了台湾，然后还在台湾在台南做了一个关税领域，这个都是历史。然后后来有清朝，后来有日据的时期，后来有美军的短暂的占领的时期，然后现在是中华民国，这个是400年来历史的变化啊，从来没有中共对于这块土地有任何的治权，所以中共一厢情愿的所谈的这个问题呢，现在美国也开始要把它改变了，因为长达几十年啦，至少从1971年开始吧。至少有50年的时间，半个世纪以来，台湾被不公平的对待这件事情，从川普的第2任，其实第1任就开始了，但是第2任很清楚的，因为国务院的对台的关系跟对中国的关系，已经完全在文字上也开始做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转变很快就会往前推进。好，这个往前推进，我相信乌克兰这个战役可能现在看进度哦，应该是在4月、5月的时候就会停战了。那只是最后的最终的协议是什么而已。而我认为建立一个主权基金，由中国建立一个主权基金哈，由美国跟乌克兰共同管理，而主要是美国来管理的这个基金，大概是5000亿的规模的话，其实对乌克兰是好事。因为这个基金在斗局的管理的情况之下，甚至用区块链的这种技术进去，不再有什么贪污舞弊的这种机会。
然后这样的主权基金也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去，那这个主权基金有人愿意投资，所以甚至美国跟乌克兰两边都不需要直接由政府来出钱，有可以市场上去集资嘛？好，因为一个重建的经费市场上集资，应该是可以得到不错的报酬。好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35分哈，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想法，然后做一些互动哈。好，看看老顽童说，美国公务机关行政效率非常差而缓慢，这是斗局的必要性。事实上，全世界斗局的必要性都是相同的哈。这公务机关的管理跟民间的单位一直都是不一样的，没有错哈。好的，然后Eugene 是不是 Eugene？自古以来，这种比喻很不恰当，跟今天、明天一样的思考逻辑哈，看你要切在哪里啦，对不对？那你要把自古以来切在100年，那也不是中共统治也不是中共统治台湾啊，到底要切到几年呢？你要切到明朝、清朝，那在之前根本中国跟台湾也没有任何关系啊。从清朝的时候，其实海禁很长一段时间啊，跟台湾也没有关系啊。都是在近代的时候，大概在日据前后的时候，这个关系才比较密切。好，事实上那个时候还有郑成功，他们还有一个王朝在这边嘛。哦，我看到有人说等绿卡等了快10年啊，为什么会搞这么久呢？因为申请绿卡一般来说不会等这么久啊。这几年在拜登的执政的时候，确实很多人的绿卡被延宕了非常的久，甚至故意不让你通过哈，那甚至不告诉你理由，这个各种奇奇怪怪的情况都有，这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比较多，以前倒没有这种问题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看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一个说法是说，俄罗斯当时想要加入北约，没有错，被拒绝哈。呃，有阴谋论的说法在里面啦，就是如果美国没有在欧洲培植一个敌对的势力，就是让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不好，然后把俄罗斯当作是一个假想敌，不要让它融入西方的世界。那这样子呢，美国就有办法控制欧洲。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阴谋论，我觉得可信度不大，因为毕竟在二战结束之后，俄国是苏联的体制，而苏联确实是一个扩张主义。然后当时普丁刚上任的时候，其实如果大家回去看普丁刚上任的时候呢，他那时候跟小布希见面，小布希非常的自在，然后普丁呢看起来很腼腆，甚至眼神都不会直接跟人家交错，有点害羞，然后对于国际政治不是那么有把握，跟现在普丁看起来非常的阴沉，然后眼神非常的锐利，完全是两个人。那当时如果说整个欧洲、整个美国真的拥抱俄罗斯，那其实当时俄罗斯非常的信任西方的体制，然后希望融入西方的体制，以至于他们在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一个计划经济的一个体制，社会主义的体制开放出来之后，他把他的国家的国营事业这些股权啊，他直接下放给一般的民众。那欧洲、美国有很多的有钱的这些企业巨鳄就进来了，用廉价的方式收购这些股权。到最后，很多的国营事业的真正的所有权人是谁？被西方的这些有钱人给承接了。
这件事情让普丁到今天为止还非常的耿耿于怀。为什么他会对西方世界有敌对？这个过程是有原因的。所以当时如果我们今天好好检讨的话，俄罗斯当时不应该直接把这个股权下放。所以在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当时曾经犯过错误，这也结下了一些积怨，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解决哈。那是一个过程，没有错。可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有坏人，西方世界当然也有坏人，他们见到机会，你愿意买，我愿意，你愿意卖，我愿意买，那就一拍即合啊。而你把钱拿到手的时候，你其实应该要去做其他的投资，未必你的投资如果正确的话，未必比他去买了国营事业这些股权还要糟啊，甚至更好啊。为什么国营事业就一定可以经营得更好呢？不见得啊，也许可能会被经营到倒闭啊。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无法去讲这些阴谋论了哈，只能说实际上是俄罗斯如果能够进入北约，那他们要共同防御谁？那北约就直接解散就好了嘛，那没有互相防御的问题啊。好，所以只要俄罗斯越来越民主化，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加不加入北约的问题啊。北约就是直接解散嘛，因为北约当时成立的时候，在1949年的时候，就是为了要防卫苏联啊。那如果现在的俄罗斯加入北约的话，那就是代表北约解散嘛。那他们共同防御权，那全世界只有一个敌人啊，那个敌人就是中共嘛。那个不肯在现在是太平盛世，没有任何人要侵犯你的国家，然后你还要再扩充军备，然后说扩充军备是刚刚好，就连美国跟俄罗斯都愿意删减他的军备的时候，然后中国说，那你说要删减军备，那你带头吧，你当领头羊，你带头删减你的军备，你先删到50%。那如果美国跟俄罗斯带头删到50%，中共继续再扩充军备的话，那他入侵全世界不是刚刚好而已吗？所以川普其实从头到尾，我们认为他是在联俄抗共，就是这么简单。他整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方向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现在告诉你说，我现在这道理不是很简单吗？你问我为什么？这道理很简单啊。道理很简单，是什么道理呢？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不是吗？其实没有一头雾水，就是中共的立即的反应。川普的最终的目标是删减核武，解决核武的问题，这是每一个美国总统从原子弹被做出来之后，每一个美国的总统的历史任务。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成它。在上一任川普在2019年的时候就想要完成这件事，那因为他没有连任，所以这个事情中断了。这个任期的第1个月，他就在做这件事了。所以他的任期虽然中断，也等于是没有中断。就像现在他要减税，他要处理2017年这个减税的法案，他要继续延续它。所以大概也是在3、4月的时候，美国国会应该就会表决通过了，应该就是照着共和党那个版本，然后继续减税。所以我们可以很羡慕美国人，美国人现在不但减税，而且有一些州啊，对他们的公务人员加薪，一加20%。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些？就是因为传统的美国回来了，川普执政，传统的美国回来了。那他如果还可以普遍的减税，而且还不会财务破产，用各种的方法来征税、关税，还有什么邮轮啦，什么这个酒精类、酒类的制品，这些都要上税的话，那他当然很容易可以平衡他的财务，因为他有非常强的消费力，就这样，然后还可以照顾这些底层经济弱势的这些人，让他可以买得起，可以吃得起，生活上面没有任何的困顿。那一个国家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这一些吗？好的，所以好，我看还是Eugene在讲俄罗斯理解的问题。北约为什么不解散？因为现在俄罗斯一直存在啊，他还是就像你说他会入侵别人，他确实攻打了乌克兰，
所以北约担心俄罗斯，这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好好来想一想。如果你是川普，你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先把普丁逼上谈判桌嘛，先从现武谈判开始嘛。那你一直降低，然后进去检查，那北约也没有必要。北约这些国家哪一个国家有达到他们在军事支出上面的承诺？根本没有做到啊！都承诺说至少要把你的 GDP 的3%投入军备啊，那哪一个国家有做到？没做啊！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没有要武力入侵别人啊。在太平时期，你为什么要去扩充你的军备？完全没有道理啊，不是吗？所以有入侵别人的企图的，有扩充主义的，确实是普丁呢。所以北约没有办法解散呢。那你说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谁要先开始？美国只好介入嘛。那美国要介入也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我为了美国的安全，我只好不断的去生产那些只能放在仓库里面不能拿来使用的核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非常愚蠢的，甚至连一般的武器都不应该继续生产。但是除了大型的国际战争之外，那这个区域战争也是一直在出现啊，对不对？那所以区域战争的问题，传统武器还是有用到嘛？到今天为止，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和平相处？有一些局部的冲突，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土地有这个企图心。有一些是历史因素，像印度跟这个巴基斯坦啊，这个是有一些历史的因素的啊，把这些历史的因素也解决掉嘛。因为在下一个世代，真正的经济的主要的来源，它未必是来自实际的土地。或是实际的物资，对不对？货币也有虚拟的货币了啊，包括 AI，其实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利益。这个利益未必是我们现在在实体世界所看到的利益。既然如此，我们看到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的，美国现在前10大的企业体，几乎都是智慧财产权的存在。现在第1大的企业体是谁？有时候是 Apple， 对不对？有时候是 Google， 然后 Amazon， 好，然后里面其实只有一个投资的，就是巴菲特的公司，股神巴菲特的公司，他投资这几家公司嘛，好，然后 Microsoft， 就这几家公司前后的前10大的企业，他们既没有拥有土地，也没有拥有很多的人口，也没有拥有军队啊。可是它实际上，它每一个公司每一年的 GDP 是胜过很多国家的总体的经济，所以土地根本不是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内部的问题管理好，正确的经济的主张然后不要走社会主义，然后呢，应该要斗举，只要没有贪官污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想要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努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那就会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了。从阿根廷的转变，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好的示范嘛。好，好，好，谢谢钟喜兄抖内哈。好的，好，台湾的问题反而不是太大的这个问题。普丁之前是 KGB 的头子，这件事情是很多人对他有一些批评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国际对于普丁的报道未必都是公平的。好，确实，我们因为都从主流媒体来理解普丁，所以未必是一个真正的普丁。如果说川普在美国被主流媒体污蔑成这个样子，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哈，那么普丁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国际上被丑化了，他确实被丑化了，但是他发动这场战役确实是愚蠢的，他踩到一个陷阱。那我们分析过了，这个跟中共在背后是有直接的相关的。因为他去中国之后，那时候是冬季这个奥运嘛，他去见过了习近平之后，去北京见过习近平之后，回到俄罗斯就发动战争了，所以他确实跟
这个习近平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是什么？我相信有一天历史会解密，这个后面有中共的存在。为什么打起这场乌克兰战役？中共的存在。那事实上，泽伦斯基也谴责过这件事情，后面有中共的因素。好，所以这个我们将会明白到底习近平到底想干什么。我们分析过一个3战策略嘛，他不直接打台湾，但是他希望引起在其他的地方代理人战争哈，然后在欧洲就是乌克兰，然后牵制美国，在中东就是以色列牵制美国，然后在亚洲呢，希望南北韩打起来，然后一样是牵制美国。那希望这样3场战役的同时的牵制，可以让他没有办法抽出手来，所以他闪电的攻打台湾，拿下台湾，他就解除了第一岛链的封锁。那其实我们想一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完全没有理由这样做啊！就像普丁也跟习近平说过，就是你根本没有必要打台湾啊，你只要经济上面照着你现在这样的发展，你经济非常的好啊，你为什么要国进民退，把自己的经济给搞砸？你自己把自己的经济搞砸，然后你连入侵的那个能力，还有你继续统治的正当性都被摧毁了，真不知道习近平在想什么。所以有一个逆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那也许世界上就是这样子吧，好，就是他是加速师，他是一个可以快速的解决，好，快速的去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消灭中国共产党最好的一个人选就是习近平。在毫无道理的，我们知道，当团派在控制中国的时候，哇，他们有各种的手段，笼络台湾各界啊。那时候商界有多少人对于中国一片看好？那一段时间，我觉得才是台湾最危险的时候。可是等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慢慢的露出他的真正的信仰。虽然大家很诧异，怎么到今天为止还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那他真的相信，而且还真的这么做。所以他是瓦解共产主义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如果没有出这样的一个，说白了就是非常愚蠢的一个领导人物的话，那终有的存在下去。可是现在就是加速结束，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战争再发生了。那要怎么制止他？川普正在做这件事，所以你不可能同时要求川普他要去制止战争，然后要避免核战，然后还要什么？还要他去谴责普丁？不可能，因为他要拉着普丁一起对付中共。答案大概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也看看大家的反应哈。确实有很多人对于俄罗斯，包括他的沙皇文化的历史哈，有一些看法。但对台湾人来说，俄罗斯真的是离我们太远了。有去过俄罗斯的人请举手，应该非常少。然后俄罗斯其实长期以来对台湾也不是太友善，这个是长期的问题。但是大家不要什么书都没看过，什么研究都没看过哈，就以为你了解普丁哦。我知道台湾有一些企业主其实跟普丁还有一些往来，我确实有认识这样的人。尤其当时国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指挥家，他应该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好，圣彼得堡的一个交响乐团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指挥家，他现在已经过世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2-3年前过世了。他一直到年纪很大的时候，70-80岁，他还带团来台湾演出。那这个联系是怎么起来的？就是因为当时苏联瓦解，然后整个俄罗斯的这些表演团体呢，其实非常的穷。那当时他们的乐团呢，就缺了那个长笛，一把长笛大概好一点的话，大概100-200万台币，也不是太贵。那时候他们就有人因为中间牵线嘛，需要募款，然后就台湾的企业主就捐了一些乐器，买一些新的乐器，送给了这个圣彼得堡这个交响乐团。
就联系上了哈，所以这个关系友谊非常的好。然后他的生日，这个指挥家的生日是在每一年的 Christmas 的时候，他就会邀请台湾的这企业主呢，飞到千里迢迢，就真的飞到俄罗斯参加他的这个生日 party。而他因为是跟普丁非常好的朋友，这个交响乐团的这个指挥家跟普丁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每一次生日普丁都会去。所以我记得在十几年前了，这个企业主就说跟普丁见面的时候，他看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个 KGB 的头子，他非常客气，而且呢，他参加这样的一个 party 啊，他也不是来沾个酱油就走人啊，没有，他从头到尾待在那里，然后你也可以贴近跟他讲话，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是你想象那么恐怖的一个人哈，这个是我听到真的有见过普丁的人说的哈，所以到底普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如果从现在的主流媒体来看普丁的话，未必是真相。可能川普是比较了解普丁的人。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川普的目标很清楚，他没有其他的想法。他目标很清楚，第一个，他要消弭战争，他要避免核战，所以他必须要联俄制共，就这么简单。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喽，明天见，谢谢大家，明天见。